不知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人一直处在贫困线上挣扎，虽然他们也想并且也在付出行动改变现实，终日忙忙碌碌，但是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跳出这个怪圈。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稀缺》就是要彻底搞清楚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和忙碌的。只有搞清楚我们为什么陷入贫穷和忙碌，才能找到办法跳出这个怪圈。什么是稀缺？作者是这样定义的：稀缺是拥有少于需要的感受。大家现在闭上眼睛想，你觉得有缺失感的东西，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拥有少于需要。所以稀缺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稀缺心态对人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现实中的约束，也是一种心态的禁锢。稀缺会俘获大脑，这其实是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进化出的本能。非洲大草原上食物或者水源的短缺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天生会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稀缺上。这种俘获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一个研究实验。科学家招募志愿者，让他们挨饿，以此来研究食物短缺对他们的影响。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他们不仅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食物上，而且连原来的人生规划都动摇了。原来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梦想全自暴自弃，有些人已经想去开饭店了，还有些有了进入农业领域的打算。他们丧失了攻克学术挑战的斗志，开始对菜谱产生浓厚的兴趣。食物一下子就占据了他们的人生观念，成了中心和唯一。大家能想到吗？就是挨了2天饿，这帮人连梦想都改变了。所以稀缺造成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这种感觉会侵入我们的大脑，从而影响我们关注的事物，影响我们对选择的权衡，最终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这种食物稀缺感对大脑的侵入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察觉，而时间和金钱的稀缺感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则更加隐蔽和深刻，让人不由自主地滑入稀缺陷阱。请注意这一个词，陷阱。既然是陷阱，一定是有诱饵的。动物进入捕猎陷阱会得到一顿饱餐，代价失去自由和生命。稀缺的代价。首先，专注稀缺会缩小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产生管窥之见。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是当年外星人贬损王献之的话。在主管的小空里看豹子，你看不见豹纹，只能看见豹斑。人们的视野也一样，因为专注稀缺问题而变得狭窄。当你的眼界缩小，然后你的世界缩小，我们的人生就往井底之蛙那个剧情发展了。稀缺迫使我们专注紧急的事情，这导致我们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事。2005年，美国有个叫亨顿的消防员殉职，你肯定猜不到他是怎么死的。不是因为被火焰烧伤，也不是因为吸入烟雾，更不是房屋倒塌。在赶往火灾现场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忘记系安全带的消防员被甩了出去。书里提到了一个恐怖的数据，在消防员丧生原因中，车祸排名第2位，仅次于心脏病。这些事故中 79% 的消防员死于没有系上安全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时间的稀缺。他们不仅要快速地跳上消防车赶赴现场，还要在抵达现场之前制定消防策略，研究起火建筑的结构，进出现场的路线，计算所需水龙头的数量，一切都要在抵达现场前完成。消防员们很擅长在这种稀缺中，用有限的时间做出最合理的规划，可是却忽略了火情之外，同样重要的是系上安全带。这就是稀缺的可怕之处。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我们只顾着救火，无限地延迟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因为我们的大脑被稀缺俘获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稀缺除了让我们产生管窥之外，还会带来心智负担。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我正忙着呢，没有心思管别的。这里的没有心思就是心智负担，它会让我们的认知、决策、
自我控制和执行等各方面的能力全面下降。为什么稀缺会带来心智负担呢？因为稀缺会带来内心的噪声。假设这样一个情景，你现在很疲劳，需要午休30分钟恢复精力。但是我现在告诉你，2个小时后，你要面对500个人进行一场演讲。你算了一下，自己只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准备和排练。怎么办？排练的时间不够。我一会儿紧张怎么办？我一会儿忘词怎么办？我一会儿笑场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心中的噪音。时间的稀缺感会迅速俘获你的大脑，你知道以目前的状态是没办法好好排练、好好演讲的，你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放下演讲的事，开始午休。可是你的大脑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接下来的演讲任务上了，你焦躁难安，根本睡不着。我们会受到环境噪声的影响，孩子的打闹声、货车经过的声音、汽车的喇叭声都无法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然而，我们内心的噪声对我们的干扰丝毫不亚于环境的噪声，它迫使我们调动全身的能量去集中注意力，我们的其他能力就受到了抑制，因为稀缺挤占了大部分的心智资源。而这还仅仅是稀缺带来的心智负担之一，除了内心噪声，伴随稀缺而生的权衡思维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智负担。怎么理解这个权衡思维呢？比如你手头紧的时候，买东西就会对价格非常敏感，你不断的权衡哪里买、怎么买、什么时候买、买多少最划算，怎么能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当你时间紧的时候，安排日程表就要不断的比较优先级，不断的估算所需要的完成时间，想办法用最少的时间做完更多的事。当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脑子会很乱，我们没办法清晰而有秩序的思考，也没办法快速取得进展。这个不断权衡的过程让决策变成一个难题，也就是我们总挂在嘴边的一个词，选择困难症。我们因此产生了决策疲劳。你看，稀缺就是那么狡猾。我们很容易看到钱不够用，时间不够用，却看不到我们的思维、决策和行为因此受到局限，我们的心智资源被抢占了。掉进稀缺陷阱的人常见的4种行为模式。稀缺的第一种行为模式，借用，缺少的东西就去借。稀缺会导致借用行为，这很好理解。但借用是需要利息的，利息会加剧稀缺。我有一位因为欠10万卡债而被刑事起诉的朋友，他每个月几张信用卡加起来要支付的利息高达2000多元。对于每个月收入不过万的他来说，这是一笔绝望的负担。他还算好的了，是从正规的银行借钱，是因为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叠加出现，才导致债台高筑。而新闻中、现实中有很多缺钱的人会借网贷，几千块钱的利息滚雪球一样，几年内滚成了10几万。最后，当他再也支撑不住的死后，雪球会吞噬他的人生。不只是借钱，借用时间也要支付利息。你做不完一个工作，只好借用睡眠的时间，虽然熬夜让你勉强完成了任务，但是第二天精力不济却让你极其低效。那些因为低效多付出的时间，就是你支付的利息。再比如，你因为更紧急的事没有记笔记，课后重新整理笔记时，你的记忆已经不如刚上完课时清晰，于是你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这里你多花的时间，就是你借用时间所支付的利息。你看，向未来借时间，也会让我们陷入时间债的不归路。稀缺的第二种行为模式，杂耍。稀缺会让人陷入疲于奔命的杂耍状态。大家都看过杂技吧？抛和接多个球时，你要不停地去接球抛球，如果你漏接了一个，表演就完蛋了。作者用2只手抛接多个球的杂耍来比喻我们停不下的状态。一个因为缺钱而卡债缠身的人，他要想办法支付一个又一个到期的账单，每一个账单都是他的最后通牒。而一个事务缠身的人，截止日期就是他们的最后通牒，他们只能先解决最迫近的那个，等解决完最迫近的那个，下一个最后通牒又迫近了，
他们就像玩打地鼠的游戏一样，手忙脚乱，停不下来。持续接到最后通牒，你就会一直处于杂耍状态，不断地从一项紧要任务转移到另一项紧急任务中。不止在金钱上，在时间上，我们也经常用这种临时修补的解决办法。从一开始某一个任务离截止日期还有几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某个任务的截止日期是哪一天。可是你忙于处理更紧急的事，当你处理完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你才意识到你离截止日期只有2天了时，你忽然意识到死期将至了。原本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做好的工作，你只有2天时间，那就只能熬夜应付了性的完成。同时你需要紧急熬夜，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临时应急会让我们失去很多选择余地以及优势。当我们处于杂耍状态的时候，我们对待计划中的事件时，也会像对待突发事件一样，用差强人意的临时方案来搪塞。这就是杂耍带来的危害，它让我们忽视重要而不紧急的事，也让我们仓促应对各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而这些都会导致进一步的稀缺。稀缺的第3个行为模式，导致短视和无力规划未来。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很多人用它来说明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的差别。一个富人送给穷人一头牛，穷人满怀希望开始奋斗，可牛要吃草，人要吃饭，日子很难。穷人于是把牛卖了，买了几只羊，吃了一只，剩下的来生小羊。可小羊迟迟没有生下来，日子又艰难了。穷人又把羊卖了，买成鸡，想让鸡生蛋赚钱为生，但是日子并没有改变。最后穷人把鸡也杀了，穷人的理想彻底崩溃了。这就是稀缺的后果，它导致短视和无力规划未来，而这又加剧了稀缺。这种稀缺不是几句理论就可以解释的，思维没有穷富之分，区别并不在于人，而是他们身处的环境使然。把富人丢到稀缺的处境里，他一样短视和无力规划未来。置身事外，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提升自己，然后有了机会获得收入更高也更轻松的工作。可是学习是需要条件的，当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学习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时间管理上也是如此，当你忙得像个陀螺一样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停下来想3-5年后的事。因此，稀缺的作者提醒我们，当我们为了解决眼下的难题而极度专注时，就无法有效地规划未来。稀缺的第4个行为模式，没有余闲。什么叫余闲？赶过飞机的人知道，为了保险起见，航空公司总是提醒我们最好比登记时间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提前的这2个小时就称为余闲。理财入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得到一条建议，要准备3至6个月的生活费作为紧急备用金，以备不时之需，平时不能动用这笔钱。这3至6个月的生活费就称为余闲。余闲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消化和缓冲突发事件，而陷入稀缺之中的人不会构筑余闲，这让他们难以消化突发事件。而没有余闲时犯错，后果会很严重。如果你没有留出充足的时间赶飞机，路上又遇上了交通大拥堵，你就会错过班机，等下一班飞机会花去更多的时间，带来更大的时间稀缺。道路占用率只有 70% 的时候，有余闲，就算发生小事故也不至于造成拥堵。但是当占用率到达 85%， 小事故就会造成大面积拥堵，造成更大的稀缺。没有余闲来消化突发状况和突发事件，突发状况和突发事件往往会把人推入更严重的稀缺。可以说，余闲是一种缓冲，它可以有效地防止稀缺带来的疼痛。以上就是稀缺带来的4种行为模式。当人们掉入稀缺陷阱时，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借用、杂耍、短视和没有余闲，而这些状态会把人推进更深的稀缺当中。那么究竟该怎么做，我们才能摆脱稀缺的死循环呢？第一个办法，构筑余闲。面对稀缺，我们总有一种错觉，
以为只要再多一点资源就能脱离稀缺。但是如果没有构建余弦的话，即使多了一些资源也于事无补。作者对一群印度小贩进行研究，他们每天清晨需要1000卢比进货，一天可以赚100卢比。但是大部分小贩的1000卢比是借来的，而且每天的利息高达 5%， 也就是说他们每天赚的100卢比中要拿出50卢比支付利息，剩下的50卢比除去日常花销，他们可以存下5卢比的小钱，5乘以200等于1000，小贩们最多存200天就不用借钱了。那时他们每天赚的100卢比都能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大多数街头小贩却在近10年之间一直处于借债状态。你作为旁观者可能会想不明白，为什么小贩不去做明显能把他们拯救出来的事情呢？很多人可能会跳出来说，这是因为小贩的穷人思维，他们缺乏长远目光，对未来没有长远规划，他们缺乏自制力，贪图享乐，乱花钱，他们理解不了复利的强大力量。然而是这样的吗？作者的研究团队决定做一个实验，给小贩们提供一次性的资金补充，让他们逃离稀缺陷阱，然后在随后的1年里进行追踪。刚开始的几个月，小贩们并没有重新掉入债务陷阱当中，相反，他们很小心，没有把现金随意花掉，坚持要远离之前的生活方式，他们完全了借债的代价。可是奇怪的是，随后的几个月，小贩们慢慢地一个又一个地回到了最初的状态。1年结束之时，他们所有人积累的债务量和没有得到现金帮助的对照组一样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还是没有余弦，就算得到资金资助，小贩们每天也只有100卢比的收入，折合人民币才10块钱左右。一旦遇到点意外，比如亲戚结婚要买礼物，按照印度的社会习俗，亲戚结婚要购买一件大礼物，或者孩子生病要看病，就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怎么办？眼前最轻松的办法是从进货的1000卢比现金里拿出一笔钱来应急，那进货的钱就不够了。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借债，他们又慢慢落回了稀缺陷阱。说到这，很多人可能要质疑了，谁不知道要构筑余弦啊？就是资源稀缺才没有余弦吗？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说什么风凉话？书里有一段原文是这样写的，与其总是强调人们不犯错误或改善行为的重要性，还不如转而去对驾驶舱进行重新设计和布局。也许书里的这个真实故事能做一个更好的说明。圣约翰医疗中心是美国密苏里州一家提供急诊的医院，这家医院的32间手术室每年要进行多达3万台手术，手术室的使用率高达 100%。每当出现需要紧急手术的患者时，医院就不得不将很早以前安排好的手术时间往后推，被推迟手术的医生经常为了一台2个小时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要拖到凌晨2点做手术。疲惫让医生护士们的效率更低，一台手术也常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完成，结果占用手术室的时间更长，然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像不像很多人的时间管理？一个新工作插进来，要占用后面工作的时间，一个工作做不完，也只能占用后面工作的时间，后面的工作不断被延后，他们排队等着你空出时间来完成它们。结果原本的时间规划和事务安排不断作废，不断需要重新安排。那手术量超过了手术室的接纳能力，怎么办呢？医院管理层请了一个顾问，他给出的方法让人瞠目结舌。医院必须留出1间手术室待用。医生们听了都疯了，我们的手术室已经不够用了，他们还要拿走我们1间。可是结果让人惊讶，空出1间手术室不做手术安排，用来做偶然的计划外的临时紧急手术，看似浪费，但手术安排不再被轻易打乱了，一切开始有条不紊，医院的接诊率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们需要留出余弦来消化计划之外的东西。留出来的1间手术室，因为医院总会有计划之外的急诊，留出2个小时的登记时间，因为你可能遇到堵车，预留3至6个月的生活费，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短暂失业。这些多出来的空间、时间和资源起到了缓冲的作用，帮助我们免于陷入进一步的稀缺。你发现没有？不是说我有多余的资源才设置余弦，你越是感到稀缺，越是要构筑余弦。而构建余弦，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增加资源。对任何一个务实且深谋远虑的人来说，余弦是必需品。第二个办法，节约心智资源，就是应对稀缺对心智资源的挤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吗？人们只会注意到时间和金钱等资源的稀少，却很少注意到稀缺状态导致的内心噪声以及权衡思维对心智资源的挤占。当很多事堆在一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将时间表排得尽可能排满，好像那就是充实的人生，好像日程不排满就没尽力似的。在自我管理这件事上，进行全局的时间规划这件事本身就会带来很大的心智负担。这时候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把重要的工作变成一个又一个的习惯。我每天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是固定不变的，大概什么时间段做也是固定不变的。在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过程中，也做出他人会正常执行和完成的计划，选择相信他人，甚至可以做一些放权。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掌控工作，而不是被迫工作。梭罗就讲过一句话，真正的有效率的人，每天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处理。同样的道理，用在存钱这件事上也一样。一个月光族开始存钱，如果要求他们每次消费的时候都去衡量必要性，然后抵御不必须消费的诱惑，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智负担。而当他们有限的心智资源被省钱、存钱这件事抓走，就有可能忽略更多重要的事。但是如果停用提前消费的信用卡产品，同时设置每个月工资到账后 10% 自动划入强制储蓄账户，放给人一点权利，就会释放很多心智资源。与其在决定中不断走向失控，适当的放权会让我们活得轻松一点。最后一个办法，在资源充裕的阶段就开始努力，却可以从源头扼杀稀缺。稀缺都是资源充裕之时我们放纵自己的结果，说白了，又懒又馋是原罪。所以对稀缺的干预，最直接的就是从资源充裕阶段开始。作者把拖延称为阵发性盲目乐观，实在是太精准了。拖延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还够用，因而错误地分配了我们的充裕资源。所以呀，你想要摆脱稀缺，治标又治本的方法是在资源充裕阶段避免浪费。如果你想存钱，就在发工资的第一时间去搞定存储。如果你想减肥，就从每天多带一双跑鞋开始。最后，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和忙碌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实就是缺钱。缺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内心状态和思维模式，让我们做出借用、杂耍、短视、没有余弦等等错误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因此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忙。不过，想要摆脱稀缺的困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构筑余弦，节约心智资源，在资源充裕的阶段进行干预，这3个办法可以帮我们逐步摆脱稀缺的漩涡。你不妨也自查一下，是否出现了掉入稀缺陷阱的人常见的4种行为模式了呢？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3个办法把自己从稀缺陷阱里拉出来吧。在转变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包容。我们要包容以前犯过的错，也包容那些调整过程中的不适应。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请首先摆脱受害者的思维模式，要负起对生活的责任。当我们开始勇于承担责任，提升的空间就会产生。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